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这个 OLED 屏。那么我们从这个摄像头上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个 OLED 屏，三个0.96英寸的 OLED 屏，每一个的分辨率是128乘以64，一共是有3块。那么首先我们进到这个 EasyJoy 的配置页面，还是来到这个定义这一页。然后呢，这个0.96英寸的这个 OLED 屏呢，是用这个 SSD 1306驱动的。那么我们选择这个128乘64 SSD 1306乘以3的这个模式。首先我们还是要去配置这个自定义针脚。根据我们之前的电路图的讲解的话，我们是需要用到这个 PWM 的针脚，所以我们把这边的 PWM 关掉。然后把这个配到27，这个配到28，CS 是13、14、15，然后 CC 重启。好，那配置完针脚之后呢 ，OLED 屏是需要初始化的，所以说你现在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说是正常的。你必须保存重启之后，这个 OLED 屏才会被识别出来，并且才能显示内容。那么我们先重启一下。那么重启完成之后呢，我们在这边会看到一个 EasyJoy V4B 的模块，然后它有一个128乘64的这样一个接口。我们随便连上一个数据。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 OLED 屏已经有一个可以显示内容了。那么它只显示一个数字在这里跳动。但我们的数据其实是有3位的，对吧？那我们继续来修改它的具体内容。首先我们在这边看到的这个屏幕旋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设置这个屏幕的显示的是，你是想要它横着显示，还是想让它这样竖着显示？对，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先让它横着显示。那接下来的话是说显示数量，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它的显示数量，最多可以显示9段文字。那它会平均分配到这3块屏幕上。那我们先每个屏幕显示1段数字，那你就会发现绿色的这一块上面显示是0，蓝色的是1，这个黄色的是2。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要配置这3段文字的位置以及字库和显示数量。我们试着把第一段的这个数量改成4，然后呢，试着把第二段的这个坐标改一下，比如说改成8，动坐标也改成8。那我们也显示4段。然后呢，这里应该是1。这里要注意的是，横坐标是点，就是向右8个点，但是纵坐标是 bit， 也就是说1 bit 等于8个点，也就是说它向下8个点。刚才我设置成8之后，实际上它是64个点，所以它超出这个屏幕了，因为我们的纵坐标只有64个点，所以这个地方要改成1。OK， 那第3段的话，我们尝试把它改成，比如说改成10，然后这边改成2，然后也让它显示4段数字。那下面这个数据同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数据所占用的同步的这个字段的位置。那么 OLED 屏的刷新速度也是低速设备，所以说我们用这个绿色的、蓝色的和红色的，实际效果是一样的。我们只要随便选一个位置，只要足够多就可以了。那我们试着把这个我们配置好的上传上去。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个 V4B 的这个模块变成了3个，因为这边对应的就是我们这边设置的显示数量是3，所以它这边有3段的内容可以往里填充。那么我们试着把这3段都
连上数据。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3个 OLED 屏都显示了内容，然后第一个是在左上角显示的，那第二个稍微偏右下了一点，那第三个会更偏中间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配置坐标，配置这个横坐标、纵坐标的这个作用。那同样的，我们还是可以增加这个显示数量，来显示更多的内容。那这边有一个字库位置，那就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字库的这个配置。来到这个字库这一页，那这个字库位置对应的就是这个左边这个字库列表的这个序号。那么1就是第一个，2就是第二个，一直往下排。首先我们先要编辑字库的话，先要下载字库。下载字库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 EasyJoy 这个硬件里面保存的字库下载到我们这个软件里。我们点击下载，这边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通信中，然后有一个条在不停的缩短。这个它是不会自动下载字库的，因为它的这个下载的过程非常的缓慢，所以说需要手动的点击一下下载字库。OK， 那现在已经下载好了。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字库，这个字库是我之前已经上传过的，默认并不是这一个。那我们先来看看如何配置一个字库。我们试着把这个字库的这个字体宽度变大，比如说变成24个，然后对应的高度，这个地方也要注意，高度是 bit， 也就是3×8，也就是24个 bit， 也就是说这个字库的每一个字符是24×24这么大的。OK，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每一个字符长什么样子，你要在这里用鼠标左键的选择。那下面对应的这个点阵就是你所选择的这个字库的样子。你会发现现在已经是乱码，因为我们调整了宽度和高度。OK， 那字符的起始位置，你会发现，当你拉这个条的时候，打叉的这些字符它是不能用的。就是比如说我为了节省这个字库的空间，我们可能需要把一些不常用的字符给它屏蔽掉。比如说我只显示0到9，那我们就这样设置，那这个字库只占用0到9这么多的这个大小。你会发现这个字库只占了720个 bit， 因为我们总大小是有限的，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节约一下。那如果我们全部显示的话，你会发现它需要占用6800多的这个 bit 的空间。那接下来的话，这里有一个整体上移、下移、左移、右移的功能。那右边的这个是当前我们这个点阵的颜色，这个纯粹的只是 UI 上的这个颜色变化。那后面的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成字库所需要调整的东西。比如说默认是这样子的，默认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在左边这个列表的这个蓝色表示的是我们当前操作系统里面有的这个字库，比如我们随便点一个，那你会发现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字体都变成了以这个字体为准的这样的一个字库，但是你会发现它的位置有些不对，那么我们就要去调整这个，比如说调整这个字体的比例。那比例的意思就是它会缩小放大。那再次点击左边这个蓝色的这个字体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又重新生成了一遍。那我们继续发现这个大小好像差不多，但是它的位置有问题。那我们试着比如说把它调到-6，好像有点高了，-4。OK， 那么我们再检查一下其他的，还是有点高，-3吧。OK， 我们检查一下所有的字体，还是有点高，-2吧。我们检查所有的字体都没有问题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字体
上传到我们的 EasyJoy 里面。那还有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还要把它说完，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字体旋转的功能。那这个字体旋转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OLED 屏的显示旋转是对应的，就是如果你要显示90度，那你要对应做一个90度的字体。那我们现在是0度，那我们字体也要选择0度。OK，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字体就做完了。我们点击上传字库。那么上传字库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我们需要静静的等待一下。那这个时候顺便一提的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保存字库的功能，就是当你的这个字库配置完成之后呢，那你可能在这个 EasyJoy 上用不到，那我们就，但是我又想说把它的这个结果存下来，那我们就点击这个保存字库。那这个时候呢，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然后让你选择一个名称，比如说我们随便打一个名字，然后点击保存。那保存成功。那下一次再打开的时候，那这边会多了一个绿色的字库，绿色的字体吧，应该这么说。那你点中这个字体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一次这个设置的这个字体给你复制过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现在上传好了，重新刷新一次 EasyJoy。那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字体变大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设置的这个字库。是这样子。那同样的，我们可以设置第二个字库，比如说这个第二个字库，我们给它小一点，做一个16×16的这样一个字库，然后我们换一个别的字体，比如说这个，我们挑一个区别大一点的，比如说这个。OK， 那我们这个也是有这个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次上传字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有2个字库可以用了。这个字库上传和下载是非常缓慢的，所以要切记一定要手动操作一下下载，不然的话它会直接给你覆盖掉。OK， 现在已经上传成功了。OK， 那我们这个时候有了2个字库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选择字库2。那你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最后的这个字体变成了我们2号字体，但是前面这2个是1号字体，就是这样一个使用方法。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字库这一页，那下面这个是每个字库的字体，对吧？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字体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字体，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手动编辑这个字体。那这个时候用鼠标左键点这个方框，你就可以自己去设计这样一个字体。那同样的，如果我们点中这个已经有颜色的，那就是相当于把它去掉；如果是没有颜色的，那就是相当把它添上颜色。然后我们也可以按住鼠标拖动的方式来快速的来填充这个字体，也可以按住这个鼠标快速的擦除这个字体。那这个就是一个自定义字体的这样一个功能。同样的，这里会有一个清除点阵的这样一个按钮，那这个就是把你当前选中的这个字符清理掉，它会提示你说当前字符会被清空。确认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字体的整个这个点阵都没有了，那其他的还会保留。那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OK， 那这个就是我们 OLED 屏的这个配置方法。那么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谢谢各位。